小时候，哥哥老是带着我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他总是让着我。比赛算数，他明明可以赢的，却总是故意输给我。他很聪明，比我更聪明，但是他死了。 他被人杀了，我一定要帮他找到那个凶手。钱钟杰，我到底要跟你说多少遍？你哥死了，你很难过，可是他不是我义父杀的。我昨天晚上跟义父在一起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我只相信证据。那你为什么不让马武跟我作证呢？行，我不想再跟你说什么了。 反正无论我说什么事情，你都不会相信我的。胭脂，等一会儿警察就会过来录口供了，你一定要跟他们说出真相。你可以不为我想，但你一定要为自己想，为我们的孩子想。你可以恨我。 但你别再作践你自己了。我在牢房里面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。你就别再倔了，我很想你。如果以后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胭脂，来自哪儿？芜湖。你看看这张照片，你认识这个死者吗？认识，他是我最喜欢的人的哥哥。你义父马武是杀害死者的义兄，他给你留的纸条上写了什么？他的人现在在哪里？钱钟杰，对不起了。他给你留的纸条上到底写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如果还是这个态度，我们是不会放你出去的。来人，送他到牢房。是。哎，队长，放开我！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啊？队长，你不能妨碍警察办公。你说呀，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么说？为什么不说出实情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傻？我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不得已的苦衷？那你想过我吗？你想过我吗？我是你孩子的父亲，你想过我的苦衷吗？对不起，钱钟杰，以后你还是跟姐姐在一起，你把我忘了吧。队长，你说什么呢？胭脂，队长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们家老爷子跟马武出事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钱老爷子
跟马武都死在温香阁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快告诉我怎么回事！队长，钱钟杰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钱钟杰，义父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义父他不会死的，放我出去！我要找我义父！不会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义父他是不会死的，义父。阿才哥，我们要清理现场，你看。算了，让队长跟钱老爷多待一会儿吧。好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走吧，走吧。是。队长，警局的规定你是知道的，咱们不能待太久。现场的照片、目击者的口供、尸检报告，我都要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现在初步断定是马武杀了钱老爷，然后畏罪自杀。马武身背鬼气和钱老爷两条命案。嫂子那边，要不先把他放了？他现在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随便你们怎么处理。可是，马武毕竟是他的义父，他也是一时糊涂，你也别太……胭脂和我隔着血海深仇，你别再叫他嫂子了。他现在对我来说，只是一个陌生人。爹，儿子会为您报仇的。好，你们俩在这等着吧，我进去跟董高升单聊。好，四哥，祝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嗯。快告诉我，我义父在哪儿？少爷已经把凶手找到了，你赶快走。你们昨天晚上说我义父死了，我不信，他到底在哪儿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嫂子，你别问了，行不行啊？你跟我走，快快快！进来。董副局长，你来干什么？关门，关门！现在警局查得正严呢，你……董副局长，我今天来是来跟你谈笔买卖的。买卖？这……哎，你这是搞什么名堂？妈子，你告诉我，我义父在哪儿？他怎么样？你不跟我说是吧？那我自己去找钱钟杰。哎，别，嫂子，他挺忙的，可能没时间见你。不行，我必须要见钱钟杰，我义父的事情一定要问清楚。你快告诉我，钱钟杰在哪儿？他等一会儿可能回警局了解案情。你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啊。我知道了。只要你答应了，肯把那批军火处理给我们，这里面的东西就全都是你的了。
那，爹爹，刚才那两个……好，董副局长，我的事不急，您慢慢考虑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请。琪琪，爹爹，那两个欺负我的人就在外面。啊？就是那两个人。阿四，钱仲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哈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走！你，哎，四哥出来了，真快呀！快跑！钱仲杰，你给我站住！钱仲杰，你别走，你快告诉我，我义父在哪儿？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去了？钱仲杰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你快告诉我义父到底在哪儿？你不说我不会让你走的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昨晚我爹死在了文昌阁，这样你满意了吗？天哪！钱伯伯吗？他真的死了吗？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也希望这全都是假的。不会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。我爹已经死了，我哥也死了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不可能，他人那么好，我不相信钱伯伯怎么可能死？这不是真的，仲杰。钱仲杰，钱仲杰，你别走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是谁杀了钱伯伯？是谁杀了钱伯伯？我一定要替他报仇。是谁？我告诉你，就是马武。我爹死的时候胸口还插着马武的飞刀，就是因为你包庇马武，才导致我抓不到马武，是你害死我爹的。我义父怎么可能会害死钱伯伯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不可能？那你告诉我，我爹胸口上为什么会插着你义父的飞刀？一定是有人陷害。钱仲杰，你听我说，一定是有人陷害了我义父。你给我点时间好吗？你给我时间，我一定会查清楚，一定会查清楚的。查清楚？你去哪儿查？去地狱查吗？地狱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义父他真的死了吗？是。我也告诉你，你义父他死了，畏罪自杀。钱仲杰，请你不要胡说八道，请你不要胡说八道！我根本就没有胡说八道，你义父就是畏罪自杀。怎么可能？他不可能！我义父……哎，胭脂，胭脂！哎呀！四哥，你不是说警察局那帮人就是一群脓包吗？今天怎么这么怕他们？还把密码箱给弄丢了，那可都是咱兄弟们出生入死夺来的。少爷，手下的兄弟看见阿四提着密码箱进了警察局。果然是他，这个叛徒！
他去警察局干嘛？这个还不清楚。他到警察局没多久，就跑了出去。然后什么？然后钱仲杰就追出去了。你是说密码箱到了钱仲杰手里？没错。阿四怎么会跟他搅到一块儿了？少爷，钱仲杰是鬼妻的弟弟，他肯定为了给鬼妻报仇，勾结阿四，策划了这起抢劫事件。钱仲杰在哪儿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钱仲杰应该在孔家弄。绿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哭什么啊？少奶奶，老爷他怎么了？老爷他昨晚被害了，是被一个叫马武的人害死的。马武？绿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快跟我说清楚啊！我听说昨晚上在维香阁，马武杀了老爷，自己怕坐牢，也自杀了。是吗？怎么可能？二少爷真是太可怜了，短短几天的时间，失去了2个亲人。绿萝，别哭了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坚强，这是飞来横祸，你赶紧去帮着收拾一下老爷的后事吧。啊。怎么会这样？马武死了，燕真一定很难过，我得去看看他。钱仲杰，你别走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告诉我姨父是怎么死的吗？警察局给出的解释是畏罪自杀。不可能！你再跟我说一遍。我姨父绝对不是杀害钱伯伯的凶手。不是凶手，那马武怎么会出现在我爹死去的现场？而且害死我爹和我哥的凶器都是马武的柳叶飞刀。我太清楚我姨父的为人了，他绝对不会滥杀无辜。这件事情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，好吗？现在马武都已经死了，你怎么说都可以了。害死我爹和我哥的一定和马武有关。对啊，可是现在我姨父都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你还要陷害他这个罪名？钱仲杰，都是因为你把我抓进了牢里面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一定可以把我姨父给救出来，他就不会死了，我姨父就不会死了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我，都是因为我。如果恨我可以平衡点你的心情的话，那你恨吧。从今天之后，我们形同陌路，以后都别再见面了。钱仲杰，他为什么会在这儿？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事情？那他为什么没有揭穿我呢？
怎么了？北君，嬴政大哥，嬴政，胭脂，你怎么了？义父，嬴政，你过来干什么？既然钱仲杰不在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行，出去说吧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碧君，你知道我现在的生意都是正经生意，我的收入至少少了。对我来说，你比什么都重要。输了你，我即便赢了全世界也没有任何意义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哪怕丢了性命，那也是值得的。好了，别说了。如果你真的为我好的话，麻烦你答应我一件事吧。说吧。帮我照顾好胭脂。你什么意思？请你务必答应我，可以吗？我先走了。阿四这小子说好了
你别难过了，人死不能复。请进。队长，阿才，这是钱伯父死的时候手里拿着的烟枪，这是刺伤钱伯父的飞刀，您看看有什么问题？绿萝，啊，少奶奶，怎么了？是家里来人了吗？啊，孟阿才警官来了，他正在屋子里跟少爷说事呢。两个男人躲在屋子里说事儿，难道有什么秘密不想被别人听到？绿萝，反正我要上去，把茶交给我吧。来，你去忙吧。是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不是我爹的烟枪。啊？这不可能，这都是我们从现场拿回来的，怎么可能不是呢？你看错了吧？不，这肯定不是。我小的时候，爹用它打过我，然后那一次，他敲碎了一个花瓶，花瓶的碎片在烟枪上面划了一道印子。你看看这上面，什么印子都没有，这肯定不是我爹的。不对吧？你真的没看错？我不会看错的。那会不会是钱老爷他自己换了杆新的？不会，我爹用这杆枪用了几十年了，他肯定不会换新的。照你这么说，是马武和钱老爷死了以后，专门有人去现场调换了杆新的。有人换了烟枪，会是谁？难道是李旭尧吗？好了，走吧。
少爷。哎，队长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。说吧。马武很可能不是杀害钱老爷的凶手，那咱们所有人可就冤枉马武了。那嫂子那边，毕竟嫂子怀着孕呢，您还是注意点。我知道了。那我走了。阿春，啊，你来一下。胭脂，来进来。好。嬴政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吃饭呢。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，肚子里面有孩子，得注意营养。来，快吃。哇，慢点，慢点吃。好吃，好好吃啊！郑杰，琪琪，你怎么来了？郑杰，我知道钱伯伯走了，你很伤心，所以我过来陪陪你。不用，琪琪，我没事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郑杰，我听说钱伯伯是被马武所害，我一直有一个想法，想要告诉你。什么想法？你有没有想过，钱伯伯之前跟马武也没有什么交集啊？那个马武怎么会知道钱伯伯那晚会在闻香阁呢？除非是有人告诉他。好了，琪琪，这件事情不可能是林碧君做的，而且马武也不一定是杀害我爹的凶手。怎么可能呢？警局之前不是发通缉令了吗？而且你也一直认定马武就是杀害你爹和你哥的凶手啊！现在就因为马武是林碧君的义父，你就要为他开脱，甚至不惜推翻自己的判断吗？好了，琪琪，我还有事，你先回去吧。钱仲杰，我一定要得到你！我吃饱了，我吃不下了。喜欢吃啊？我让人常给你送来。好吃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，谢谢你啊，嬴政大哥。客气了，那你歇着吧，你这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要走啊？啊？那我送送你吧。好啊。就送到这儿吧，回去休息吧，注意好自己的身体。好，嬴政大哥，那我就不多送了，一路上小心啊。好，我走了。
来。老爷，放大镜给您买来了。啊，你下去吧。哎。站住！站住！哎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撤！走。胭脂，胭脂。好，就是因为你是我的仇人，所以我不会让你轻易死的。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钱仲杰，你这个暴君！我才不会听你的呢，最好别回来了。站住！琪琪，你跟踪我？我没有。仲杰，林碧君没事吧？孩子没事吧？我觉得像她这么歹毒的女人，根本就配不上像你这样。好了，你给我闭嘴！董琪琪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不喜欢你又不爱你，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？还是你健忘？八哥，我们什么地方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找到阿四。
阿四这小子还真能躲。你们去查一下阮玲玉最新的电影什么时候上映。邦哥，你想坐第几排？要几张票？你个王八蛋！我的意思是说，只要阮玲玉的新电影一上映，阿四就一定会去捧场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去问。阿四，你这个畜生，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林碧君，仲杰之所以会离开我，都是因为你。我给你准备了美味的打胎药，让你尝尝失去孩子的滋味儿。仲杰，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别再打扰我的生活。仲杰，你误会我了。我听说林碧君多了胎气，我知道之前我挺对不起她的，所以我想现在找个机会来弥补一下。我特意给她准备了补品，都是从国外买来的，那你帮我带给她吧。你都来了，干嘛不进去亲自送给她？之前我们发生了太多不愉快的事情，我怕如果是我给她，她肯定不会要的。还是麻烦你帮我送给她吧。那行吧，那我就帮你拿进去送给他。那你快去吧，记住千万不要跟碧君说是我给她买的补品啊。胭脂，你又来干嘛？我不想看到你。胭脂，你别太激动嘛。我查清楚了，马武他不是杀我爹的凶手。现在我们俩已经不是仇人了，你没有理由不想见我啊。你身体好点了吗？不用你管。你是240，我是284，你是妻子，我是老公，我们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，我们是天生的一对，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钱仲杰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？你的妻子是姐姐，她叫林碧君。你坐那么近干嘛？啊，这样你才能好好听我说话。你要说什么？少爷，我们派人盯着钱仲杰，发现他带着胭脂小姐去医院了。胭脂又病了？她哪儿不舒服？哦，这不太清楚。少爷，要不你亲自去看看？好。我想知道马武生前的事情。钱仲杰呀，钱仲杰，我真是没有想到，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刚才对我这么好，这么殷勤，你最后还是为了打听义父的事儿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阴险呢？不是胭脂，这件事情关系到我爹的死，而且我确定马武他不是凶手，但是他一定知道些什么，我一定要查出这件事情的真相啊！你是不是还在怀疑我义父呢？你要知道，当时如果不是你阻止我，我义父就不会死。现在义父他已经走了，你怎么就不能放过他呢？胭脂，我真是不明白，你是不是跟我义父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？还是你根本就是为了针对我？不是胭脂，我如果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话，这不是还了你义父的清白吗？我义父的清白不用你证明。钱仲杰，你不用讲那么多废话了，你现在可以马上离开医院，我不想看到你。好好，你先别激动，小心肚子里面的孩子。有没有孩子，激不激动不用你管，
这不都是你惹的祸吗？你走啊！你不走是吧？我现在叫医生。我走。啊，这个药每天吃3次，一次吃2片，别忘了吃。胭脂是吧？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嗯。我还没问胭脂就这么大反应，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呢？是真的因为马武刚死不愿意提及这件事情，还是有意隐藏着什么呢？心跳正常，呼吸正常，没什么问题。哎，没事，你喊医生干什么啊？哦，我只是为了气气我丈夫，所以，我就吓吓他。这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丈夫给我的。孕妇不能乱吃药的。哦。你知道这药是干什么的吗？这个药可能是安胎药吧，他家里面是开药铺的，所以他懂这些。这是堕胎药。你说什么？堕胎药？医生，你还是不是医生啊？这个都会看错。我丈夫这么爱我，他怎么可能给我堕胎药啊？你一定是看错了。我是医生，我说这是堕胎药。那可能是他搞错了吧？哎，他这个人一向马大哈，可能弄错了吧？钱公子，你来医院干什么？来看病？对，来看脑子的病。迎战，你不要太嚣张。我告诉你，胭脂是我的老婆，别对她没事献殷勤。你还好意思说胭脂是你的老婆？她怀着你的孩子，生病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她住那小黑屋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你在跟林碧君甜言蜜语。林碧君哪只眼瞎了？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？你……我倒要看看钱公子能对我怎么样。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是英国最新研究出来的一种堕胎药，这种药在国内非常罕见，整个上海滩怕也只有这些。堕胎药，钱中杰，你给我的竟然是堕胎药，还让我一定不要忘记吃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不想要这个孩子吗？你觉得他是个累赘了吗？我不相信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？不可能！会不会是钱老爷他自己换了杆新的？不会，我爹他用这杆枪用了几十年，他肯定不会换新的。照你这么说，是马武和钱老爷死了以后，专门有人去现场调换了杆新的。
难道是林虚瑶做的这一切？珍珠耳环现在也应该在林虚瑶手中。不行，我得去林府看看。不对呀，迎战为什么现在会来？胭脂的现在，我不能给迎战机会。好了，就停这儿吧。来，给你。哎，谢谢小姐。胭脂，你到底要不要堕胎？作为一个医生，我建议不要。孩子现在已经成型了，堕胎无异于谋杀。但是作为一个朋友，你一个人……孙医生，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堕胎的。这个孩子，我一定会让他生下来，把他抚养长大的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女人独自抚养一个孩子长大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我知道，无论钱仲杰怎么对我们母子俩，我都会把他生下来。从今以后，我胭脂和肚子里的孩子，就和那钱仲杰没有任何的关系了。医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的。好，走。小姐，你这次回来打算住几天呢？不会，我过来想问你一件事情，一会儿我就要回去。水仙，去把门关上。好。家里面最近有什么动静没有？大动静是没有，老爷他平时喜欢一个人在家里，偶尔呢他会关起门来和李伯商量事情。前段时间家里招贼了，然后他让李伯请了很多护卫，现在家里的护卫可比以前多多了，尤其是祠堂那一块，我们根本都不敢靠近。我爹呢？他现在一个人在房间里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胭脂，你怎么了？哭了？我没事。迎着大哥。
是我。哦，等一下。进来吧。爹。啊，碧君呐，哎，真没想到你公公就这么走了。他的后事办得怎么样？爹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我公公的后事都已经料理完了，我这次是专程来看您的。看我？哼，你不是早把爹忘了吗？怎么可能呢，爹，我这次过来还专门给您带来了一件礼物。哦，什么礼物啊？这个病床的女病人呢？你好，你说的女病人是叫胭脂吗？她已经出院了。出院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就在刚才，一个拿着布娃娃的高个子男人把她接走了。迎战？我不能让他们两个在一起。哎，等一下，胭脂的个人物品落在这儿了，麻烦您带给她。林兄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约的你们俩，我做东的，当然得来了。原来马武是你毒死的。我明白了，18年前，是你血洗钱家，还有刘家，还有杀害尹小天和怀瑾的人，原来是你，就是我干的。那钟伟的死也是我干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你还记得我18年前那整天整夜的给你们这些有钱人干活，当牛做马，累死累活的人？是你就是那个马夫。没错，那时候没装镇，我就是个不起眼的马夫。为了保证，我精心策划了纵火，但是你们竟然大难不死。为了珍珠耳环，我跟着你们来到上海，隐姓埋名18年，现在终于可以得愿所偿了。禽兽，你这个畜生！我今天我跟你拼了！你拼啊！你拼啊！拼！拼！老东西，活该！哼！爹，你觉得这个烟枪是不是很漂亮？你怎么这个表情啊？爹要是喜欢的话，就收下吧。你知道爹不抽大烟，送给我干嘛呢？其实这烟枪是别人送给我公公的，只是觉得很奇怪的是，这个送礼的人
是在我公公去世了之后才送的。你说活着的时候不送，偏偏死了之后才送，爹，你说这个人奇怪不奇怪？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那个珍珠耳环可能就永远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人能找得到。爹，最近上海的治安可真是不好，特别是咱们林府周围。我听说2个月之前，马武从我们林家出去之后，就被人绑架了。林家？为什么我没听说过？没事，我也只是提醒一下爹，希望爹多注意一下安全。好了，爹，你多保重身体，我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好，我送送你。进来吧。怎么样？专门给你准备的房间，喜欢吗？太漂亮了，这个房间这么大，我一个人住会不会浪费了？你觉得这屋子大，那是因为你的东西太少。我没想到你的东西这么少，这些日子太难熬了。没有，根本谈不上太难熬。我本来就是乡下人，所以没那么讲究。哎，天凉了，过几天我上街替你添点衣物。不用了，我帮你收拾一下。谢谢。啊。你这屋子真漂亮，之前我以为钱仲杰家比较漂亮，没想到缺只袖子啊，这个是我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织着玩的，等我织好了之后再给你看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收拾吧。那你收拾吧，我先下去了。让开！林公馆不欢迎你。我来找我老婆，给我让开！胭脂小姐现在不想见你。那我进去见她。钱仲杰，这是营公馆，容不得你在这儿撒野。如果你再不收敛的话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有种朝这儿给我砍下来！林旭尧这个老东西，这杆烟枪啊！今天是女神阮玲玉新片上映的第1天，我去给她好好捧个场。给请了。哟，四爷，您来了！您这是来看阮玲玉的新电影？嗨，
我特意给您留了最好的位置，请。别说了，阿四，四爷，别让他跑了！你想找死的话，我现在就成全你。住手！八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又怎么会在这儿？在哪儿是我自己的自由，跟你没关系。你是我老婆，当然跟我有关系。你真正的老婆在你家里，不是我。我钱仲杰和谁结的婚，谁就是我的老婆。我们去和林碧君说清楚。走。哎，我不回去，你放开我。走。我不走。尹大哥，阿四，有种你给我站住！阿四这小子不跑长跑，白瞎了。长跑，等老子抓着他了，得给他五马分尸。看到他往哪跑了吗？好像是这边。走。钱仲杰，你还有脸出现？我来找我老婆，跟你没关系。那你要问问他自己想不想跟你回去。他不想回也得回。钱仲杰，你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要这么霸道？难道你从小到大就没有什么事情要听听别人的意见吗？啊！你肚子里面怀着我的孩子，你不想回去，孩子还想回去呢。你还好意思提孩子是吧？孩子已经没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说什么？我现在告诉你，孩子已经打掉了。为什么？这是堕胎药。为什么？这不是你的意思吗？我的意思？对啊，我按照你的意思把孩子打掉了，你现在还来问我？你忘了是吧？之前到医院给我送了堕胎药，还告诉我是补品，还叮嘱我一定要记得吃。我听说林碧君动了胎气，我知道之前我挺对不起她的，所以我现在想找个机会来弥补一下。我怕如果是我送给她，她肯定不会要，还是麻烦你帮我送给她吧。每日吃3次。记住，千万不要跟碧君说是我给她买的补品啊。你现在手里还拿着它，怎么着？你是想现在就让我把它吃掉是吗？钱仲杰，如果你还是个男人的话，自己之前做的事情就该负责任。不过无所谓了，反正我已经如你所愿，把这个孩子打掉了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你放心，现在孩子没了，所以以后胭脂，我们再没有任何瓜葛了。你以后不要再来银公馆找我，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。尹大哥，我们走。胭脂，殷大哥，你明明没有打掉孩子，你为什么要骗钱仲杰呢？哦，因为他不想要这个孩子。可是我不骗他的话，他就不会甘心的。
水仙，水仙，阿四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说来话长，进屋说话，进屋说话。进屋说话，这是林府，不是我家。姑奶奶声音小点儿，我求求你了，带我进去。哎，带我进去。哎，干嘛呀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水仙。相识一场啊！哎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仲杰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弄疼我了。我问你，这里面装的什么药？这里面装的什么药？打胎药。琪琪，真的是你？仲杰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也只是一时糊涂，那也是因为我太爱你了呀。爱？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琪琪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，我永远都不原谅你。仲杰，仲杰，水仙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就是为了看你一眼才来找你的。但你现在看够了吧？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哎呀，你别这样子嘛！你看在我们旧相识的份上，你就让我在这住一晚上啊，就一晚上，好吗？那就让你住一个晚上啊！你明天一大早就得走啊！啊，行，让老爷看见了，非骂死我不可。哎，我阿四向你郑重承诺，我是绝对不会让林老爷看见我的，放心。老爷，放大镜给您买来了。你下去吧。哎，一定是这个老东西，只有他知道这个烟枪藏在哪儿。当年也只有他知道我找过马武，他活得不耐烦了。少爷，西白的风声我已经放出去了，兄弟们的意见很大。
不是你绑架的？还有钱正良的烟枪，是不是你拿的？老爷，你饶了我吧！我跟了您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林老爷要杀了那个人，为什么呢？嘿，找机会转一遍再说吧。嘿，林老爷，你是谁呀？为什么会在我家里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专门替人消灾解难。好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想抓住刚才那个人？不吭声，我就当你是默认了。我可以帮你啊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这个了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嘛。好，不管是死是活，把刚才那个人带回来给我，到时候给你这个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队长，队长，阿才，老爷子的案情有进展，你猜昨晚发生了什么事？发生了什么？林府的管家李博供出了林旭尧。真的？真的，这人命关天的事，我能骗你吗？要不是我把他送到医院，他早死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跟我说说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我们在街上巡逻，结果碰到李博从林府里逃了出来，说林旭尧要杀他。我们当时就把他带回警局了。他说：“警官，你们一定要救救我！林旭尧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”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慢慢说。他想杀人灭口啊，不停地摆弄那双筷子。筷子啊？筷子跟杀人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还不知道啊？这林旭尧啊，他但凡想杀人的时候，他就不停地摆弄那个筷子，这么摆弄，那么摆弄。哎呀，杀刘怀瑾，尹啸天，还有钱正良，哦，还有那个马武，都是这样。等等，你说这些人都是林旭尧杀的啊？是啊。可你说的这只是习惯，习惯也不能拿来当证据啊。证据？证据我这儿有，你看，这是钱正良的烟枪。林旭尧啊，杀了他之后从他身上取下来的，这不就是证据吗？可是这个证据也不能足以证明林旭尧就是凶手啊。你还有别的证据吗？有，这个林旭尧啊，杀刘怀瑾用的那个小药瓶啊，我给藏起来了。那小药瓶啊，里边现在还有毒药呢。你藏哪儿了？哎呦，我出来的时候太急了，这个没带着，就藏在刘怀瑾。哎呦，哎，这怎么了？你干什么你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哎，别愣着，送医院呐，绝不能让他死。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。你看这事儿，所以现在李博的那个药瓶是特别有力的证据，只要找到他，就可以起诉林旭尧了。对，而且李博说的那个药瓶是藏在跟刘怀瑾相关的房间。